到了北城，白小纯改头换面租下了一处灵宅，花费贡献点买下了大量食物后，整日在内打坐修行，等待外面风声过去。寒门养念诀在这通天河的源头星空道集宗内，只要有足够的食物补充消耗，那么就可以无休止的修行下去。这里的天地之力磅礴的无法形容，使得白小纯的修炼也突飞猛进。虽还是无法突破下寒，可却比之前精炼了太多。如今他抬手时，整个手掌都可以散出惊人的寒气，隐隐的似有一层重叠之影，若隐若现。这正是下寒的特征，冰寒之影。与此同时，对于不死金的修行，白小纯也没有放下，而是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去修炼。他的左脚第二指已完全炼化，开始向第三指蔓延。老祖说的没错，在这星空道集宗内，修炼速度的确快了好多。白小纯感慨时，时间流逝，直至3个月后，有关超级屁股丹的事情才慢慢的消散。整个空城多数人都听说了超级屁股丹的骗局，对于所谓的辟谷丹都有了更深的警惕，很难再去相信。如此一来，就已经算是绝了超级辟谷丹，即便是再有出现的，也都无人会相信，而且也不敢去尝试。对于天空会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还大赚一笔，就将这超级辟谷丹彻底灭绝，一切责任都推到了那位失踪的白药师身上。当然，对于那些受害者的道歉以及安抚，天空会做得滴水不漏，配合很多手段，使得对天空会自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唯独对于没有引起众人出手灭杀白小纯的事情，天空会有些遗憾，可也没太去关注。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个有些天赋的药师而已，不值得天空会去太过在意。在这场没有术法的比斗中，白小纯这里可以说是完败，而此事对白小纯的刺激也是前所未有。若是斗法输了也就罢了，白小纯不会这么愤怒，可现在在这种心智上的失败，让白小纯整个人都抓狂，他有种被羞辱的感觉，甚至他都想过凭着修为去碾压，可又一想，天空会那么大，自己一个金丹怕是很难撼动。依靠修为不算本事，我白小纯从什么地方跌倒，就要从什么地方爬起来，不就是心机吗？白小纯恨恨的低语时，喝了一口百花灵酿，又吃了口宝玉灵米。这2种灵食价格不菲，白小纯在东城时最喜欢了，到了北城后舍不得，3个月前买了不少。此刻他看着自己的身份令牌，上面的贡献点在这3个月里已所剩不多了。都怪我之前大手大脚。白小纯头痛，此刻他有些后悔自己寄献了10万贡献点换取的成衣身份，也觉得自己买下那只鳄鱼兽时有些冲动了。怎么办？超级辟谷丹没法卖了，难道我以后的日子要省吃俭用的同时吃自己炼制的超级辟谷丹吗？白小纯哭丧着脸，又吃了口宝玉灵米，越想越是对天空会气愤。直至半个月后，白小纯的灵石已快要见空，贡献点也都所剩了，可他还是没想出赚贡献点的方法。无奈之下，看出外面关于辟谷丹的风声已散，于是长叹一声，先是用灵水洗了个澡，然后特意改变了一下容颜，准备外出一趟。只能去把那鳄鱼兽卖掉，换些贡献点了。还有我身上这些之前买的法宝，以及那些装饰品，都要卖掉了。白小纯有些舍不得，可没办法，于是走出灵宅，坐在鳄鱼兽的背上，穿着成衣弟子的衣袍，看似耀武扬威，可实际上口袋比脸还干净。在空城中，鳄鱼兽是最常见的凶兽，白小纯坐在鳄鱼的背上，倒也没有人会去联想到东城的白药师。一路上，不少人看到白小纯后都露出羡慕之意，更有尊敬，甚至还有一些成衣弟子也是如此看向白小纯。毕竟在空城中有战兽坐骑，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标志，而且白小纯全身有宝光闪耀，一看就是身怀重宝。可这样的目光让白小纯更心酸了。今天过后，我再出来就没人这么看我了。白小纯黯然神伤，连连叹息，决定这一次自己多在外面走走，这样的话以后的遗憾也能少一些。就这样，白小纯带着留恋与不舍，坐在鳄鱼身上，走在北城，直至晌午过后，快要黄昏时，白小纯狠狠一咬牙，正要前往灵兽阁。可就在这时，他路过一处胡同口，一眼就看到有一个修士站在那里。这修士手中拿着一杆大幡，被风吹起，上面写着3个大字：
神算子，此人正是神算子。此刻的他比当初离开白小纯时明显的瘦了一大圈，整个人面黄肌瘦，双眼无神，很是凄惨。而且不少人从他身边走过时，根本就没停顿丝毫。神算子多次试图呼唤，可却无人理会。他的身影萧瑟，在那里目光带着茫然，仿佛魂都飞出了肉身。这种凄惨的模样，白小纯看了后也愣了一下，顿时同情可怜起来，一拍身下的鳄鱼兽，向着神算子走去。还没等靠近，鳄鱼兽那庞大的身体，还有脚步落下的轰鸣声，就让神算子身体一震，猛地抬头时，立刻就看到了面前这30多丈长、极为威武的庞大鳄鱼。这鳄鱼身上的鳞甲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喘出的鼻息更是让人心神震动。尤其是在这鳄鱼背上的白小纯，穿着一身橙色的衣袍，气色饱满，全身上下更是珠光宝气。这一幕让神算子全身猛地震动，双眼光芒前所未有。凭他这几个月的经验，深刻的知晓，如此人物都是这空城内的天骄之辈，贡献点至少都有数十万之多，甚至有的距离晋升黄衣弟子也都极近。这种人物才是空城内真正的骄子，足以呼风唤雨。他这几个月曾看到过几人，每一个都是如此，让他不止一次的羡慕。此刻深吸口气后，他内心激动振奋，暗道终于来了一个大主顾，于是打起精神，整理衣衫，立刻上前，向着鳄鱼上的白小纯抱拳一拜：“这位兄台留步，在下神算子，兄台可否听我一言？”白小纯眨了眨眼，看着神算子，知道自己改变了样子，对方看不出来，于是故作深沉的嗯了一声。他这一声让神算子这里激动的身体都颤抖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这么一说，对方居然就同意了，顿时有种热泪盈眶之感，在心里不断的给自己鼓励打气。神算子啊，神算子，你一定要争取让这位爷满意。以此人的排场，一旦满意了，贡献点不会少的，甚至说不定能成为他的御用算式。神算子这么想着，神色极为认真，双手掐诀，不断的计算眼前之人的命格变化。隐隐的有阵阵波动从其身上散开，看起来很是不俗。可算着算着，神算子的双眼就猛地睁大，身体微微颤抖。不对不对，我算错了，怎么会算到他身上了？我再算一遍。神算子呼吸急促，略有紊乱，脸上露出无法置信，双手掐诀速度更快。半晌之后，他的眼睛再次睁大，差点要鼓出来，仿佛见了鬼一样，猛地抬头，张开口指着白小纯：“你是哼哼子，你怎么弄得这么凄惨？我以为我就够惨的了，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惨。”白小纯神色古怪，坐在鳄鱼上，看到神算子这个样子，知道对方还是有些本事，应该是算出了自己的身份。毕竟当年在血溪宗，对方算自己的时候很多，而且每次都很准。白小纯，神算子整个人如被天雷轰中，倒退几步，身体颤抖。他之前算出10本就觉得不可思议，眼下听到白小纯的声音，他整个人都懵了。看到神算子此刻的震撼，他心中无比得意，干咳一声：“小点声。”你……神算子呆呆的看着白小纯，脑海嗡鸣，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他就算是相信了看到的这些，也不愿去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整个人彻底晕了，脑袋里如有10万天雷轰鸣而过。首先浮现出的就是几个月前自己离开灵宅时的豪情壮志，以及白小纯在后面不舍的呼唤。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无比的准确。可现在，神算子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尤其是听到白小纯说自身比他混得还惨，这让神算子眼泪差点流了下来。他看着白小纯全身珠光宝气，红光满面，还骑着鳄鱼兽，怎么看都不像是很惨的样子，心底各种滋味齐齐涌上心头，甚至还有种强烈的不公平的感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的凄惨。这几个月，他给人算命时，少有人相信不说，甚至还引起了很多次的争执。以他的修为，原本是不怕的，可对方人太多了，于是只能东躲西藏。到了这北城后，好不容易算是站稳，可却收入微薄，每天饿7分的同时，还要给这附近区域的一个小组织送去固定的贡献点，换取在这里长久算命的资格。想到这里，神算子苦笑，接受了这个事实后，长叹一声：“你这也叫惨？我觉得你都胖了，
白小纯从鳄鱼兽上跳了下来，将鳄鱼收入灵兽袋内后，站在神算子的面前。那一身珠光宝气与成衣弟子的衣袍，让神算子的呼吸极不自然。他可是清楚的知晓，仅仅是这衣袍就需要祭献10万贡献点。至于那鳄鱼兽，同样也是10万贡献点。甚至他有一次路过灵兽阁时，还曾羡慕不已。我很惨的，你不知道。哎，我都2顿饭没吃饱玉灵米了，已经有1天没喝百花灵酿了，已经有大半天没有用灵水洗澡了。你看，我的皮肤都有些汗味了。最近穷啊。白小纯抬起手臂，无奈的开口。他说的这些是实话。按照他在东城的生活，那可是更奢侈。即便是到了北城避难，也都不愿自己太委屈。神算子傻眼了。宝玉灵米这4个字传入他的口中，让他的心脏加速跳动。那种灵米，他听说过，可连闻都没闻过。价格之高，曾是他的梦想之一。可现在白小纯的话语所表达的意思，只是2顿饭没吃，而百花灵酿这4个字，同样让神算子心脏狂震。这是所有酒酿中最贵的了。平日里在他这几个月认识的朋友中，如果有谁能喝上一杯，都足以让其他人羡慕不已。可在白小纯这里，他居然说1天没喝，这意思岂不是说在这1天前，他天天都喝？至于灵水洗澡，更是让神算子要抓狂。眼泪这一次是真的流了下来，尤其是他看着白小纯的手臂，很明显的光滑无比，蕴含灵力。这不是修为带来的，这是星空道极宗特有的灵水的功效，可在身体外形成一层天然的防护，很是玄妙。不过这层防护的出现太过奢华，只要有5天以上的时间不用灵水洗澡，这层防护就会消失了。少祖，神算子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一脸的可怜兮兮。算了，你毕竟是我带来的，我要对你负责。虽然你们当初无情的把我抛弃了，可我还是很大度的，以后你跟我混吧。白小纯一挥手，很是大气的开口。他话语一出，神算子立刻感动的身体颤抖。这一次，就算是白小纯赶他走，他都绝对不走了，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誓死跟随白小纯身边。多谢少祖。神算子兴奋的一把收起大幡，对于这个地方再没有丝毫留恋了，赶紧来到白小纯身后，激动的开口问道：少祖，咱们现在去哪？咱们去灵。白小纯迟疑了一下，还是准备如实道出，可话语刚说到这里，还没等说完，突然的，远处有3道长虹急速而来，原本是要路过这里，但似乎是看到神算子收了摊，于是这3道长虹一转，直奔此地。刹那降临时，更有一个声音传出：神算子，这是遇到了贵客啊，这么早就要离开？也罢，今天的费用交了，你就走吧。在这声音传来的同时，那3个身影出现在了神算子的面前，化作了3人。这3人都是中年，修为每一个竟都是筑基大圆满，目光如电，身体虽不算饱满，可却并非消瘦，显然在这里的生活算不上最好，可也不差。尤其是当中之人，更是穿着与白小纯一样的橙色衣袍。他目光在白小纯身上一扫，又看向神算子，皮笑肉不笑的伸出手。神算子面色一变，这3人他不陌生，正是控制了这附近小区域的团伙组织，其内有数10个修士，很是团结，垄断这片地方。任何人要在这里摆摊，都需缴纳费用。神算子有些尴尬，他不想让白小纯看到自己这么一副样子，于是连忙低声开口：那个，今天还没开张，我管你开没开张，1天10个贡献点，这是说好的事情，拿来。3人中的一位赤色修士皱起眉头，打断了神算子的话语。神算子面色变化，有些心痛。他知道白小纯金丹修为，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可他还是要脸面的，不想在白小纯面前太过难堪。毕竟当初走了不说，如今还需要白小纯出手解决的话，实在太难看了。于是，一咬牙，正要取出身份令牌时，3人中的成衣修士忽然笑了：神算子，这么大的贵客，今天10个贡献点可不够啊，你把1个月的都交了吧。神算子猛地抬头，目中露出怒意：你们别发火，你若不够，这位贵客既找你占卜，想来也不会吝啬提前支付一笔过来。成衣修士皮笑肉不笑的看向白小纯，目光在白小纯身上的那珠光宝气上扫过，露出一丝羡慕与贪婪，可却不敢太过。他也看出了白小纯的身份似不一般，不过他与这样的人打过交道，知晓自己只要不是太过分，几百贡献点
对方是不会与自己计较的。少祖，神算子迟疑时，白小纯右手抬起，阻止神算子的话语。他的双眼冒光，此刻正带着强烈的兴趣看着那成衣修士。有意思，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白小纯双目光芒越来越亮，看得那成衣弟子有些发毛。他身边的2个赤衣弟子也都吸了口气，神色严肃起来。筑基修为就敢收保护费，那我岂不是也能收了？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振奋，大笑起来。在他的笑声中，对方3人面色一变，知晓不对，目中露出狠辣，正要提前出手时，白小纯向前一步走出，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一股狂风轰然爆发。轰的一声，这3人喷出鲜血，身体被卷出数十丈外，神色骇然，失声惊呼：“结丹境！”他们3人还没等身体落下，随着白小纯右手虚空一抓，立刻他们的四周狂风再起，形成束缚，直接将3人刹那间卷到了白小纯的面前。我觉得你们缺一个头领，你们看我怎么样？我带着你们一起打天下。白小纯看着3人，认真的说道。他觉得自己说的很有豪情壮志，值得他们那头便拜，毕竟自己刚才可是镇了下虎躯的。这3人此刻瑟瑟发抖，欲哭无泪，呆呆的看着白小纯，脑海一片茫然。就连神算子也都在一旁呆住了。放心，有我在，一定不会亏了你们。来来来，带我去你们组织的山门，我去见见其他道友。白小纯兴奋地说道。他此刻已没了去卖战兽的想法，与这3人相遇，仿佛是打开了一扇白小纯内心深处的大门，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另一种赚贡献点的人生。空城中，东城较繁华，至于北城，有些偏远不说，其繁华的程度也弱了很多，大多数普通的修士都是居住在北城内。青龙会，这原本是北城区域内一个小组织的名字，这名字有其霸气存在，可以想象当年创建青龙会的那些创始人，他们的豪气干云。可惜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青龙会存在已有100年历史，100年前他们占据了北城边缘地带的小片范围，100年后依旧还是如此，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扩张。不过幸运的是，青龙会的山门竟是一处洞府所在，这洞府规模还不小，一应俱全，甚至洞府内还有庭院水池。虽这庭院有些杂乱，水池也都近乎干枯，看起来有些寒酸，可内部很是大气，作为一个小组织的门面，绰绰有余。整天在这人数不到30的青龙会内，这些人依靠着自己这片区域的保护费，还有就是贩卖一些明面上星空道集宗没有放任也没有阻止的敏感灵药来维持生活。虽算不上富贵，可至少比普通修士活得自在。100年的时间也送走了7、8个黄袍弟子，眼下最厉害的是当年的一个创始人，如今已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在彩虹上念着香火之情，时常照顾，才使得青龙会始终存在。可如今随着白小纯的到来，以其金丹修为，在走入这青龙会山门的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从这一天开始，青龙会易主了。拜见头领。在白小纯与神算子进入这洞府内，阵阵快速的轰鸣声后，里面传出了带着颤音的拜见声。白小纯得意地坐在这洞府的大厅上首，神算子一脸肃然，站在白小纯的身边，目中露出金芒，似咄咄逼人，俯视下方。此刻跪拜在那里，一个个鼻青脸肿，神色露出敬畏的修士。这些修士都是筑基，其中成衣弟子包括之前的那位在内，一共2人，都苦涩地向着白小纯抱拳。大家自己兄弟，你们放心，有我在，以后咱们一起名震空城。白小纯一拍座椅，胸中升起豪情。下方这30多人，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多说，只能继续低头。白小纯心满意待一番后，越看这洞府越是喜欢，找了一个最大的房间后住了进去。修行时，白小纯发现，随着自己适应了星空道集宗的浓郁灵力与消耗，自己的修行速度终于开始了攀升，尤其是不死经更是明显。他顿时兴奋，赶紧闭关修炼。而神算子这里，他对青龙会这些人说不上好感与恶感，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此刻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自动的帮助白小纯去打理这青龙会的账务，将青龙会此刻拥有的所有贡献点统一收走后，统一管理。青龙会众人敢怒不敢言，可却没有办法，白小纯的金丹修为如同大山，让他们无法挣扎，只能认命。
内心多少也有一些期待，琢磨着自己的头领是在空城内少见的金丹修士，那么或许他们的生活真的会从此不同。可这样的幻想与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众人都傻眼了。半个月过去，白小纯这里没有任何举动也就罢了，省吃俭用一些，以青龙会的收入多养2个人也没事。可是白小纯太能吃了，顿顿都是零食不说，琼浆玉液更是少不了，甚至每天还要用灵水洗澡。这一切的一切，让青龙会的众人都悲愤莫名。尤其是当1个月过去后，就连神算子都有些撑不住了。他管理账务，眼睁睁地看着原本还不少的青龙会的贡献点，此刻锐减，顿时着急了。头领饶命，我们辛辛苦苦的小本买卖，经不起您老人家这么吃啊！头领，这么下去不行啊！如此花销，怕是再有几天，青龙会就要把这洞府转租出去才可了。青龙会的这些修士一个个都快哭了，与神算子一起找到正在吃着灵鸡的白小纯，哭诉起来。神算子也在一旁苦笑，连连劝说。白小纯听到这些人的话语，心底觉得不大好意思。他在东城时奢华惯了，如今到了这里，即便是省吃俭用，可在外人看去依旧是奢侈无比。况且这些日子，他的不死金在修行中有突飞猛进之意，使得他的消耗也变得比以往大了很多。白小纯也尝试过超级屁股丹，可此丹只能解决基础消耗，对于修行来说难以相助。于是，在食量上，白小纯不知不觉的竟比以往大了不少，以至于这小小青龙会，他吃了1个月，已经快要吃空了。还请前辈放我们一马吧，这1个月我们自己都省吃俭用了，加上收取的保护费，甚至都加大了去贩卖置换丹。可就算是这样，赚来的贡献点也都不够您吃的。最早被白小纯抓住的那位成衣修士，此刻哭丧着脸，眼巴巴的看着白小纯，一脸的可怜兮兮。白小纯干咳一声，更不好意思了。他这1个月闭关，忘了当日入主青龙会时说出的豪言，此刻一拍胸口，正要带着众人外出打地盘时，忽然白小纯听到了置换丹这3个字，他愣了一下。什么置换丹啊？置换丹是这些年在4大城内流传的一种灵药，此药没有太多功效，唯独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幻觉，修士吃下后，甚至可以某种程度在脑海里去改造这种幻觉，变化出他想要的画面与世界，效用无穷。那成衣修士连忙开口，在白小纯要求下，他无奈地从储物袋内拿出一个小木盒，递给白小纯。白小纯接过后打开一看，这小木盒内放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黑色丹药，没有任何的药香传出。他拿在手中看了看，很是惊奇。神算子在一旁也看向这只幻丹，他虽听说过，可眼下也是第一次看到。白小纯好奇，索性用指甲刮去这只幻丹外面的黑皮。眼看这么一枚置换丹被如此糟蹋，青龙会的这些人都心痛起来。可白小纯这里刮着刮着，原本好奇的神情开始了变化，成为了诧异，而后更是睁大了眼，直至最终，当那所有的黑皮都被刮掉后，居然从这丹药内部飞出了一缕灰色的烟丝。在看到这烟丝的瞬间，不但白小纯这里呼吸急促，就连神算子也都在看到后面色大变，失声惊呼：“这不是少祖你的幻物吗？”神算子话语一出，青龙会的那些人也都愣住，不知道神算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白小纯面色阴冷，右手抬起，向着那一丝灰色烟丝一抓，拿在面前仔细的分辨之后，他已经完全确定，这所谓的置换丹正是他在写系宗炼药时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幻物。这幻物后来在4宗大战时，白小纯还曾将其改进，以引力斥力环绕，形成了可被其他人使用的幻丹。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在这星空道极宗内看到了此物，而且明显的，这是被人再次改良，使得幻力被大幅度的削弱，无法产生太过严重的影响，可却能让人去改变自身的幻觉，沉浸在自己创造出的美好之中，甚至还可以在那幻觉里去辅助修行。种种妙用，白小纯身为药道大师，此刻略一感受，立刻就明悟在心。只不过这丹药的改良很是粗糙，存在了一些弊端，可无论怎样，这也是从白小纯的幻物中提取出来。此事让白小纯的目中露出了寒芒，不告而取，是为道。白小纯咬牙开口，很是生气，看向青龙会众人：“这只幻丹从何而来？”青龙会那2个成衣修士
此刻也觉得很不对劲，看到白小纯与神算子的表情，二人呼吸略急，隐隐似猜到了什么，可又觉得不可思议。此刻听到白小纯的话语，二人不敢隐瞒，连忙开口：“是天空会。”天空会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把持整个空城一定份额的商家，更是控制着空城的地下世界，其内会员极多。而这致幻丹也正是天空会散出，我们这些小组织代为贩卖，赚取差价，又是天空会。白小纯皱起眉头，目中寒芒一闪，看着手心内之前刮下的那些黑色的药粉，白小纯沉吟片刻后，看向青龙会众人：“这致幻丹销量如何？”“非常好，仅仅是我们这里，1个月就可以卖出数百枚之多。若是算上整个北城，1个月怕是要数万。至于整个空城的话，至少20万以上的粮啊！一枚致幻丹的价格是50贡献点，1个月就是1000万贡献点啊！”青龙会的那2个成衣修士此刻呼吸急促，双眼冒光，急忙说道。白小纯一听这句话，眼睛都绿了，呼吸陡然粗重起来。天空会能用我的幻物赚取贡献点，我也可以。你们等在这里，待我炼制出一批真品致幻丹后，你们拿出去贩卖。白小纯激动地站起身，直奔洞府内一处空房而去。随着白小纯的离去，青龙会众人此刻都心底各有猜测，看向神算子时，不由得患得患失。神算子，那致幻丹真的是头领曾经炼制的？还有头领这里居然是药师？他真的可以炼制出致幻丹？天啊！若此事是真，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神算子也激动，可看了看众人，他神色不露丝毫，而是微微一笑，目中带着笃定之芒，向着众人点了点头：“你们放心就是，若是其他方面，我不敢保证。可炼药这里，我家少祖无与伦比。”青龙会众人听到此话，期待更强。与此同时，那患得患失也一样更为强烈起来。房间内，白小纯在踏入后，猛地一挥手，从他的储物袋内竟飞出了数十个丹炉。这些丹炉大小不等，都是白小纯在逆河宗时收集的。对于幻丹，他炼制不是1次2次了，很是熟练，不需要去思考。此刻同时展开多炉炼制，他唯独要注意的是控制好量。此丹不是对敌使用，而是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幻觉内。如此一来，其重点就是在量上。而这一点，白小纯作为幻物的创造者，要比天空会的药师擅长太多。他完全有把握，炼制出的幻丹比天空会的粗糙品好上不止1个档次。而且对于容纳这幻物的方式，天空会的黑皮给了白小纯灵感。他研究之下，也将其改良一番，与幻物一起炼制后，使之融在一起，不分彼此。时间流逝，在外面青龙会众人焦急的等待中，3天后，当白小纯满眼血丝却满是兴奋地走出房间时，他袖子一甩，立刻一枚枚紫色的丹药从其储物袋内大量的飞出，直接堆积在地面上，成了一座小山，其数量之多，足有上千。这一幕立刻让青龙会的众人颤抖。其中一个修士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后，急速走出，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枚，放在口中吞下，随后闭目。很快的，他的脸上就露出陶醉，更有低吼，近乎疯狂。可明显的却没有什么身体的损耗。四周众人都凝望着修士，知道他是在试药。当一炷香后，这修士还没有苏醒时，所有青龙会之人都动容起来。超过了1炷香，天空会的致幻丹也就是1炷香而已，头领的这支幻丹时间竟这么长，而且看起来没有不适。在这青龙会众人哗然时，又过去了1炷香，那试药的修士才慢慢睁开了眼，目中露出茫然的同时，更带着前所未有的满足。半晌后清醒过来，他身体颤抖，激动地开口：“比天空会的致幻丹更真实，更容易改造，甚至会有种迷失感，不需要去控制，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内，纯正无比。这才是致幻丹。”他话语一出，青龙会众人顿时激动，一个个呼呼喘着气，看着那些致幻丹，仿佛看到了无数的贡献点。头领，这些致幻丹交给我们了，我们最多2个月一定可以卖出。青龙会的那2个成衣修士振奋的大声开口，此刻他们真的有种遇到了贵人之感。怎么看白小纯，怎么觉得白小纯高大无比。白小纯虽有疲惫，可神色一样振奋。他满意的看着自己炼制的致幻丹的效果，看向神算子。这致幻丹的售出
要警惕天空会从其口中夺食，要么不夺，夺的话，小打小闹不是我要的结果。神算子看到了白小纯目中的金芒，若有所思，点了点头。他这段日子也打听了一下东城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叫做白药师的人炼制的超级屁股丹的事情，以及天空会的做法。内心早就9成肯定是白小纯了，眼下又多了1成，明白了为何白小纯要改变样子的同时，即便是在这里也都没有说出明会。天空会神算子双眼眯起，脑海转动着一个又一个毒计，向着青龙会的众人一一安排下去。白小纯在旁听了一会，满意的看了看神算子，觉得有神算子在，自己总算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要是大家都在该多好，那些无情无义之人抛弃了我。白小纯想到徐宝才等人就郁闷起来，没再理会众人，而是去继续修行。很快的，在神算子的安排下，青龙会的修士全部动员起来，甚至发动了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到了贩卖之中，更与凭着青龙会100年来的人脉关系，与北城的其他交好的组织沟通，将这批置换丹用最快的时间卖了出去。得到的贡献点又将大部分都用在招兵买马上。在这大家生存艰难的空城内，只要肯付出贡献点，人马永远不缺少。而白小纯这里也没有闲着，炼制置换丹的速度更快，甚至最多的一次，他一次性的炼了50多炉。有着他这里在置换丹数量上的保障，再有青龙会100年底蕴的人脉，最终加上神算子的出谋划策与安排，短短的时间内，青龙会的变化之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其规模暴增，每天都有大量的修士被招录进来的同时，置换丹的贩卖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渐渐开始轰动北城。而天空会对此事的察觉，也因神算子的安排以及青龙会这条地头蛇的底蕴，慢了一段时间。虽慢的时间不长，只有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于青龙会而言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天空会研究之后开始重视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10天。青龙会在这近乎1个月的时间里，利用累积的磅礴的贡献点，再加上白小纯孤注一掷下，将鳄鱼兽都卖了，换取的贡献点，使得其规模之大，掌控的修士数量已足有上千。如此规模，在空城内虽依旧算不得什么磅礴，可却也到了让天空会皱眉的程度。这种皱眉是如此程度的青龙会，已不适合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一旦摩擦，将触动星空道集中的规则。在那规则下，就算是天空会也都承受不起。而白小纯这里对于炼制置换丹更为得心应手，很多时候都是将丹炉放在那里，他只是负责最开始的炼制与草药的搭配，至于其他时间，神算子亲自负责看守，不允许外人靠近丝毫。多出的时间，白小纯除了每天必备的修行外，他的生活也重新的奢华起来。宝玉灵米已经不吃了，现在吃的是以通天河水经过特殊方式培育出的通天灵米。至于琼浆也是如此，就连坐骑也都换成了一条闭眼麒麟犀，威武霸气，每次一外出，身边都跟随上百人，风光无限。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2个月。青龙会的扩张更大的同时，将触手伸向了其他3个城区，置换丹的销量暴增的同时，也使得天空会的置换丹严重锐减。毕竟两相对比之下，层次历险。而白小纯的生活更滋润了，这里的东西太贵了。这是半年前白小纯刚刚来到空城时的模样。这个不错，可有点贵啊，算了，我咬咬牙买了。这是白小纯炼制超级屁股丹时的模样。此物很好，我要了。这个则是白小纯在北城青龙会刚刚发展起来时的模样。而现在这个、那个还有这个，这3个不要，其他全要。白小纯走入一间法宝阁内，指着一面墙上的上百件法宝，得意的开口。他的四周，店铺的伙计额头冒汗，心跳加速，只觉得眼前之人富贵逼人。也不怪白小纯如此奢华，他现在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又或者用的，基本上都是最好的，全身上下的行头价值加在一起，不说100万贡献点，可至少7、8、10万有了。至于飞升彩虹之事，他若是想，很容易就能做到。可白小纯舍不得这里啊，他觉得彩虹上的生活一定没有这里滋润，尤其是也找人打探过，知道彩虹上的确是没有这么多享受时，他就打定主意，作为质子的这段时间，自己留在这空城内才是最好的。
傻子才上去。白小纯得意地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地带着身后众人，在这北城内浩荡而去。一路上，无数人看到他这里，都带着羡慕与尊敬。白小纯心花怒放，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很快的风生水起。他的要求不高，也没有去理会青龙会此刻积累了多少贡献点。当这贡献点的数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后，白小纯也都不在意了。他只是知道足够青龙会与自己花销就是。可快乐的生活中，总是会出现一些让白小纯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在青龙会的势力飞速膨胀中，龙蛇混杂只是一方面，空城内的各方势力，尤其是天空会那里的暗中潜入，此事每天都有。甚至在青龙会的触手蔓延其他3个城区时，还出现了很多传言。这些传言里，有的是将东城那引起公愤的白药师与白小纯这里重叠在一起的话语，还有的则是传闻青龙会的无恶不作，更有一部分直接点出那只换丹的廉价以及无穷危害。总之，所有的传闻都是从某个点去针对青龙会，针对白小纯。而若把这些点凝聚在一起，则仿佛化作了一张大网，正向着青龙会慢慢收拢。此事是神算子察觉的，神算子给自己的定位是藏在幕后的军师，除了最早的那一批青龙会的修士，外人见过他的很少。当白小纯听神算子的汇报后，立刻重视起来。他知道天空会的阴损手段，可以想象对方蛰伏了几个月没出手，这一次一旦出手，必定是绝命一击。白小纯重视后，神算子就更重视，而青龙会的修士也都因此极为重视，发动全力开始阻止此事的发生。可惜效果不好，反倒越演越烈。直至这一天黄昏时，白小纯正在吃晚饭，他的面前有一桌子零食，山珍海味堆积如小山，身边还有2个女修在温柔的倒酒伺候。神算子在一旁正汇报青龙会的进展时，洞府外立刻有人前来禀报：头领，经过我们数日的追查，终于找到了这一次散出传闻的众多源头之一，已将此人擒拿回来，还请头领定夺。白小纯拿着一个鸡腿，听闻此话后轻嗯了一声，顿时一旁的神算子立刻一拍桌子，狐假虎威般的冷哼一声：带上来，我倒要看看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胆子，居然敢造谣生事。不多时，阵阵惨叫从外面传来，这惨叫声很是凄厉，还带着颤音，似恐惧的不得了，回荡四方。青龙会的诸位道友饶命，我错了，真的错了。随着惨叫声越来越近，一个披头散发的修士被2个青龙会的大汉直接拎到了白小纯与神算子的面前，按在那里。这修士惨叫也不挣扎，任由那2个大汉按着，直接跪在那里，不敢抬头，不断的哀嚎求饶：青龙老大饶命，小的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一次是小的没长眼睛，听信了天空会。青龙老大，我错了。这修士惨叫，声音凄惨，很是可怜，在那里不断的求饶。可白小纯此刻却拿着鸡腿愣了，仔细的看了那修士几眼。一旁的神算子也是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也呆在那里。2人相互看了看，顿时都认出这在那里不断求饶的修士，居然就是徐宝才。徐宝才衣着残破，披头散发，脸上鼻青脸肿，很是狼狈，就连声音也都嘶哑，低着头，从始至终都不敢抬起，显然是被吓得不得了。白小纯干咳一声，神色古怪，吃了口手中的鸡腿后，忽然大喊一声：徐宝才！徐宝才原本低着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一抖，顿时惨叫。正要继续求饶时，忽然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下意识的抬头后，一眼就看到了在那一桌子山珍海味后一张陌生的面孔。可在这陌生的面孔身边坐着的，居然是一脸神色古怪的神算子。徐宝才整个人呆了，露出茫然时，他目中那张陌生的面孔突然变化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露出了只有他能看到的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白！徐宝才失声尖叫，可话语还没等说完，一个鸡腿飞来，直接塞在了他的嘴里。徐宝才脑海嗡鸣，心神狂震，脸上带着无法置信与不可思议，彻底傻眼。徐宝才，你怎么弄得这么凄惨？我以为我就够惨的了，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惨。白小纯咳嗽了一声，看到徐宝才后，很是开心的笑道。按住徐宝才的那2个大汉，一看这个样子，立刻松开了徐宝才，知道有些话不能听，
于是恭敬的快速退下。徐宝才眼圈都红了，他看着白小纯满身的珠光宝气，红光满面，还有那一桌子零食，他粗略一算，脑海再次嗡鸣，这全部价值在一起，虽然不如一个黄衣弟子，可也相差无几了。这是他卖消息一甲子，怕也无法赚到的。尤其是白小纯居然还成为了青龙会的头领，此事彻底颠覆了他的心神，让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下。还有白小纯身后那2个侍女，竟不是真人，而是惟妙惟肖的傀儡时，徐宝才更是内心一颤。他知道，在这里，这种傀儡比真人还要昂贵。至于一旁的神算子，徐宝才也留意到了，全身下闪闪发光，面部饱满，全身修为散开，明显的比几个月前要更上一层，甚至距离结丹也都更进一步时，徐宝才的心中泛起无限的苦涩。他此刻真的后悔了当初的决定，一想到自己离开后这段日子的凄惨，依靠贩卖消息换取微薄的收入，而自傲打探消息的自己，居然还不知道白小纯竟然是青龙会的头领，他就懊悔异常。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当初的离开，竟错过了这么一场造化，而白小纯这里竟达到了如此程度，徐宝才就越发苦涩。少祖，我错了。徐宝才再次扑倒，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他此刻内心已打定主意，就算是白小纯赶他走，他死也不走。算了，你毕竟是我带来的，我要对你负责。虽然你们当初无情的把我抛弃了，可我还是很大度的，以后你跟我混吧。白小纯很是大度的一挥手，徐宝才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旁的神算子干咳一声，觉得这句话很是耳熟。今天晚了，你先休息休息，过几天我们再叙旧吧。白小纯此刻吃完了，立刻有侍女上前拿出手帕为他擦嘴擦手。白小纯低咳一声，得意的抬起下巴，淡淡的向着身边的侍女说了一句：“走，扶老爷去炼丹。”立刻2个侍女过来扶着白小纯，根本就不需要白小纯迈步，如同漂浮一样直接扶走。神算子赶紧起身，很是熟练的在后面高呼一声：“恭送老爷。”说完，神算子连忙抱拳深深一拜。看着被扶走远去的白小纯，看着恭恭敬敬的神算子，徐宝才再次傻眼。他从来没想过，居然还可以这么玩，人竟然能这么活。今夜将那白药师请来，我也要这么活。徐宝才眼睛都红了，望着远去的白小纯，内心发下豪言壮志时，神算子起身咳嗽一声，看向徐宝才：“徐兄，这才几个月没见，你怎么这么惨？”徐宝才闻言立刻心底有怒，当初就是这神算子唆使他才选择离去，可眼下知道自己不能露出，于是赶紧脸上苦涩，心底则是咒骂。神算子也理亏，此刻看了看徐宝才，长叹一声：“你也别怨我，我当时也没算出，我们的这位少祖居然有如此惊人之力。要知道，在这空城内修为，并不代表一切。”神算子感慨时，为徐宝才安排了居所，更是送出了不少贡献点作为零花钱。一路上，徐宝才看到了神算子在这青龙会的地位，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任何青罗会的修士，但凡能在这洞府内居住的，都对神算子很是恭敬。这一幕幕让徐宝才再次被刺激了。这一夜，徐宝才彻夜难眠。第二天清晨时，他红着眼走出房间，在心底又立下了一个誓言：我一定要在少祖的心中，重要的程度超越神算子。徐宝才的到来，使得白小纯身边的护道者不但再多了一人，更是因徐宝才被严重刺激，他的卖力程度极大。有他在，以其擅长的消息打探以及散播传闻，立刻就使得青龙会在这场传闻之争中不再是只能防守，而是逐渐的反击，甚至慢慢的都形成了规模。这里面徐宝才的功劳极大，他也是拼了一切，爆发了自己的全力。而白小纯这里就更清闲了，神算子暗中管理，徐宝才负责情报，更有数十多位成衣弟子作为一个个头领，各自负责一方面，使得整个青龙会的结构也慢慢稳定下来。对外的发展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大气，使得置换丹的售出越来越惊人。而天空会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暗中有了很多手段，可这些手段在单独对付一个人时或许有效，哪怕是一个小组织也一样有作用。可青龙会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如此快的速度使得天空会的那些办法都失去了效果。而传闻之事原本只是他们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可眼下
在这环节上的失败，也影响了其他的安排，使得天空会对青龙会这里怒意更多。偏偏此事上不得台面，天空会也研究了白小纯的致幻丹，甚至他们已确定了一点：青龙会的魁首就是当初超级辟谷丹的创造者白药师。甚至他们也去调查了白小纯的来历，可却一所无获。而他们安排在青龙会的密探，短时间也查不出什么。毕竟整个青龙会内，知道白小纯修为之人不多，在神算子的安排下，这些元老们知道分寸，守口如瓶。此事也让他们顾忌很多。不过在星空道集宗，查不出来历的人也不在少数。至于从致幻丹本身的方向去寻找，也是如此。这致幻丹他们时偶然得到，并非知道来历。而东脉修真界太大，发生在中下游的事情，短时间也传不到这里来。所以一段时日后，天空会眼看青龙会的发展更为庞大，且致幻丹的销量已超越了天空会后，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天空会在中城区域的山门内，经过短暂的商议后，原本有人提议继续动用一些手段，使得青龙会分崩离析，只不过时间会略慢一些。可就在这时，一声冷哼传出：“不能再等了，我们天空会不是不能动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我们不愿打破规则。不过这青龙会既如此不知好歹，你们不用继续商议了。时间久了，怕是很多人都忘记了我们天空会的力量。今夜将那白药师请来。”那白药师修为来历未知，修为未知，此事有人迟疑道：“这天下未知之事太多，难道遇到一个我们就退缩不成？他来历再大，能比得过我天空会背后的天人家族吗？他修为再高，别说元婴天人了，就连结丹都不可能。若是结丹境的强者，他早就一心去彩虹，怎么可能花费时间去炼药？”话语一出，天空会山门内众人沉默。说话之人地位太高，其他人相互看了看，尽管也觉得不妥，可却不好继续开口。很快的，整个天空会就动了起来。天空会内没有结丹修士，最强的就是筑基大圆满，再进一步的假丹境界。毕竟空城内只有赤橙两色弟子，一旦黄袍就会飞升，轻易不得降临。这一次为了对付白小纯，假丹修士竟出动了10人，还有数十个筑基大圆满，以及更多的筑基后期，连夜潜入北城，直奔青龙会所在洞府而去。这股力量在空城中足以横扫很多小势力了。他们的速度飞快，这一次又是突然袭击，为的就是如斩首一样，以雷霆之力，在青龙会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将白小纯擒拿。若是无法擒拿，击杀也可。这一夜月黑风高，白小纯正在洞府内盘膝打坐，修行寒门养念诀。经过这段日子的修炼，他已经快要接近下寒的巅峰了。他的身体内外此刻寒气逼人，使得四周的墙壁也都凝结了一层又一层的寒霜。好在白小纯的修炼内敛，否则的话，这寒气的外散就可让筑基修士全身冻僵。在这修炼中，白小纯定气凝神，可突然的，他双眼缓缓睁开，抬头看向外面时，神色有些古怪，干咳一声，没有理会，继续打坐。就在白小纯闭目后不久，洞府外一道道身影急速而来，很快的就靠近到了洞府，相互看了看后，立刻冲杀进去。刚一闯入，顿时青龙会洞府外的阵法骤然开启，几乎在开启的刹那，轰鸣滔天，天空会的修士凭着众人强悍之力，生生的轰开，杀入进来。青龙会内立刻反应，拦截的同时，嘶吼之声、术法之音顿时扩散四方。滚开！那10个假丹修士在前一路轰杀，他们突然袭击，使得青龙会哪怕准备做多，也有措手不及，连连后退时，青龙会的几个头领更是认出了这10个强悍的修士。假丹境界，这些头领纷纷吸气时，那10个假丹修士摧枯拉朽，轰杀而过。青龙魁首就在那个房间。与此同时，天空会安排在青龙会的密探也都陆续出现，指点方向的同时，那10个假丹修士神色倨傲，化作长虹，直奔白小纯的居所。刹那临近后，前方最快的6个假丹修士没有停顿，直接气势汹汹，甚至带着一丝轻蔑，骤然闯入。另外4人索性停在外面，阻止外人来救援。今夜过后，青龙再无魁首。其中一个假丹修士傲然开口。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青龙会的修士顿时焦急，天空会的修士则是冷笑，
已做好了完成任务，只等一声轰鸣后立刻离去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众人等待的轰鸣声竟没有从白小纯的居所内传出。那之前冲入进去的6个假丹修士，居然在闯入内没有传出丝毫声音，即便是打斗声也都没有，安静无比，鸦雀无声。这一幕顿时让四周人一愣，神算子与徐宝才也在人群内，二人都目中带着不屑。怎么回事？众人都吸了口气，看向白小纯的居所时，此刻隐隐觉得不对劲。那看似平凡的，甚至有些残片的屋舍，里面一片漆黑，仿佛一张大口，让人忍不住全身一寒。另外，他4个假丹修士此刻呼吸急促，4人相互看了看后，狠狠一咬牙，若就这么离去，他们没法交代。此刻彼此看了看，齐齐飞出，4人合力一起靠近屋舍，要去看个究竟。刹那间，4人就轰杀而去。可就在他们靠近的刹那，突然的一股寒气从屋舍内散发出来，向着四周猛地扩散。那4人顿时就被这寒气弥漫，他们的身体瞬间就如被冰封，一个个睁大了眼，露出无法置信。唯独其中一个假丹修士在被冰封时，体内有一道红光散出，那是一张符文，此刻正在燃烧。借助这燃烧之力，这修士勉强后退几步，面色苍白，双目带着骇然与惊恐，失声惊呼：“结丹！我后悔了，好后悔！道友，你是张大海吗？”这修士只来得及说出这2个字，他的身体就刹那间再次被那寒气覆盖，一动不动。可他声音之前的传出，却是让这个洞府内外的青龙会与天空会全部轰动。什么？结丹？天啊！青龙会的魁首竟然是结丹！整个空城内都没几个结丹，结丹境不都是去了彩虹吗？该死的！我从来没见过哪个结丹境这么无聊，明明可以去完成任务，可居然来经营组织赚取贡献点。哗然之声轰鸣而起，那些天空会来此的筑基修士一个个神色大变，此刻急速后退，就要逃离这里。面对结丹修士，他们就算是人数再多也都不行，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离去。可白小纯岂能让他们走？一声冷哼从他的屋舍内传出时，这冷哼之声化作了天雷轰鸣在此地所有天空会修士的耳中，惨叫回荡。这些修士一个个身体在半空中颤抖扭曲，体内修为不稳，立刻失去了控制落了下来，被青龙会的修士在这振奋与激动中全部擒住。一声冷哼就可做到这一点，这在所有人看去都是心神震动，尤其是天空会的那些被擒拿的筑基修士更是颤抖。他们不是没接触过结丹，可白小纯这里在他们看去比他们所见的结丹要可怕太多。从始至终，那间屋舍内的白小纯都没有走出半步，只有那几个假丹修士的身体被扔了出来。可越是如此，在青龙会的众人心中，他们的魁首就越是神秘莫测，越是惊天动地。同样的，在天空会的修士心中，骇然与恐惧也都浓郁无比。这场事情对于白小纯而言极为舒爽，他丝毫没觉得自己是以金丹境欺负筑基修士，反倒很期待这样的事情能多一些。又不是我主动出手，是他们来招惹我。白小纯得意的想到，也琢磨着此事隐藏不住了，自己是结丹修士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空城。这样也好，原本按照打算也是要近期找个机会露出的，如此一来可让青龙会的扩张更为顺利。白小纯觉得自己运筹帷幄，很是厉害，此刻得意的笑了笑，继续闭目打坐修行。外面的事情自然有神算子徐宝才处理，二人此刻出现，将所有天空会的修士擒拿后，立刻进行了诸多安排。当第2天到来时，突然的，在整个空城的4个城区内，都有不少人传闻昨夜之事，说得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听说了吗？昨夜天空会出动10大假丹修士，数十个筑基大圆满，若干筑基后期突袭青龙会，结果大败，所去之人全部被青龙会擒拿。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还有更惊人的消息呢！青龙会的魁首居然是结丹修士。这样的传闻在短短1天的时间就轰动了整个空城，被无数人关注。毕竟结丹修士在空城实在是太少了，几乎全部都是不愿浪费时间在外，更不会依附任何组织，他们只需完成一些任务就可快速积累贡献点，飞升彩虹。毕竟
这瀑布下的4大城池只不过是星空道极宗的外围而已，堪比其他宗门的外门弟子罢了。随着事情的传开，青龙会的名气瞬间大涨。与此同时，天空会内更是一片震动，其山门之内怒吼强烈。终于在数日后，天空会派出使者，在付出了高昂的贡献点后，终于从青龙会这里赎回了那些被擒拿的修士。此事才算告一段落，而天空会也安静下来。白小纯不是没想过一次性解决，只是天空会虽没有结丹，可随着白小纯在这空城的时间越久，他对天空会的了解也就越多。准确的说，天空会不算什么，他一个人就可以去灭了。只是这天空会是天人家族的仆从，而这个天人正是带着白小纯来此地的那位童子。白小纯知道这些后，顿时就熄了灭去天空会的念头。与此同时，随着此事的发酵，青龙会的扩张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不断的崛起。白小纯的致幻丹在之后的几个月内越卖越多，越做越大，弥漫4大城区的同时，青龙会的规模也膨胀到了一种让人觉得恐怖的程度。随着贡献点不断的积累，不但主动吸引了很多修士投奔，就连在这空城内的一些小的修真家族以及小组织也都纷纷依附。雄厚的贡献点，结丹境的魁首，这一切使得青龙会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小组织发展成了在空城内的第2大会。到了这个时候，青龙会的洞府也早已搬迁，虽还是在北城，可却占据了一片最好的区域。若非是空城内的一切洞府与土地不可买卖，怕是以青龙会的强悍，早就买下了，此刻只能时将其租下。而白小纯这里也不再忙碌，自然有大量的药师辅助炼药，白小纯需要做的只是丹方的保密就可。不过神算子与徐宝才却是整天都忙碌，白小纯看在眼里，想起了其他几个人，也觉得诧异，暗道以自己现在的发展，他们应该不会不知道吧？宋缺一定是外出完成任务，不知道的话情有可原，但大师兄不能不知道啊，怎么没来找我？在白小纯诧异时，陈曼瑶找来了。此女从一出现就对外声称自己是青龙魁首的道侣，更是以白夫人自居。如今青龙会势大，青龙魁首更是如日中天，以至于陈曼瑶这里众人宁可信其有，不愿得罪，更是将她送到了白小纯的面前。白小纯一看到陈曼瑶，知道了缘由后，很是头痛，此女是赶不走了。白小纯叹了口气，索性大方的一挥手，让她留了下来。陈曼瑶留下后，依旧对外以白小纯道侣的身份自居，使得整个青龙会对他都很是恭敬。白小纯也懒得理会，琢磨着张大胖，有些担心其安危，于是下了命令，发动青龙会的力量去寻找张大胖。至于名字，自然不能用张大胖，而是其本名张大海。以青龙会现在的规模，有太多的势力依附，想要找一个人很容易。尤其是当这命令是青龙魁首下达时，无数的修士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纷纷发动寻找张大胖。就连天空会也都闻风而动，暗中寻找，目的不言而喻。可此事没办法，白小纯之前也曾迟疑，但实在担心，只能安排人手去监视天空会。在这全城寻找张大胖的过程中，在西城区域有一个小的修真家族，其家族的族长刚刚依附了青龙会，成为了一个小头领。他同样也得到了寻找张大胖的命令，尤其是在看到里面对于张大胖的描述后，这小头领的冷汗流下。他隐隐觉得青龙魁首所说的那个人，怎么那么像自己半年前抓来的那个似乎自称姓张的炼灵师。当初那炼灵师炼废了他的一件法宝，这小头领一怒之下，将其扔在了专门炼灵的地方，让其夜夜的炼灵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种事情他只要不直接杀人，星空到极宗是不会管的。只不过后来时间久了，他也就忘了此事。眼下越想越是一个人后，这小头领身体都哆嗦了。他记得自己当时交代过，只要此人不死，就一直炼灵下去。此刻回想起来，肠子都青了。他身体颤抖，生怕张大胖有个什么3长2短，于是直奔家族内的炼灵之地。刚一看到这里，他就看到了已瘦成了人干的张大胖，正双目无神，麻木的拿着一把飞剑，身边有一个家仆正凶狠的呵斥：“赶紧的，这把飞剑你若是再练废了，爷爷让你……”那家仆刚说到这里，猛地看到家主到来，脸上赶紧化作鳄鱼，正要拜见时，这小家族的族长一巴掌扇了过去，轰的一声，
在那家仆的惨叫中，这家仆被直接扇飞10多丈外。怎么说话的？该死的！你居然这么对我贵客！这一幕让张大胖身体哆嗦，紧张地看向这小家族的族长。这族长此刻比张大胖还紧张，他上前赶紧扶起张大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道友，你是张大海吗？”张大胖心神颤抖，他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个在他心目中俨然是此地一霸的家伙如此亲切地与自己说话。在他的眼里，对方可以说是在这片区域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不但是成衣弟子，更是一个修真家族的族长。据说其族内曾经还出过一个元婴修士，虽这元婴老族早就陨落，可在当年的那段日子的福泽下，这修真家族于西城这小片区域里，依旧还是在普通修士看去，仿如庞然大物。他这里当初自信满满来此炼灵，可却连续失败多次，更是将对方的一件很不错的法宝直接炼废，被对方一怒之下直接关押在了此地。一晃大半年的时间，张大胖都快要疯了。他每天除了炼灵就是炼灵，吃也吃不饱，好几次若非是他的求生之意强烈，怕是早就不是饿死就是累死了。对于这修真家族的族长，他已经本能的恐惧，听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张大胖哆嗦得更厉害，可心中却有一股悲愤，在这一刻莫名的爆发出来。他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修真家族的族长，如果目光可以杀人，他现在一定将对方狠狠暴打。你，道友，你到底是不是张大海啊？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内心焦急，他可不敢去弄出什么灭口的事情。以青龙会的庞大，此事必定可以调查出来。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他的下场一定凄惨无比，甚至会连累整个家族。我就是张大海！张大胖怒吼一声。听到张大胖的回答，这小修真家族的族长头皮都要炸了，他身体哆嗦，双眼收缩，呼吸急促，这么一副表情，立刻让张大胖这里好不容易升起的气势也都弱了下来。内心悲愤中，正要开口时，却见那小家族的族长突然直奔一旁被这一幕完全蒙住的家奴而去。狗奴才，老夫当初是怎么交代的？这是我家的贵客，最尊贵的客人，让你一定好好伺候。可你这奴才竟如此害我！这修真家族的族长怒吼一声，直接上前，右手抬起狠狠一挥，轰鸣间，一股大力卷着那家奴，直接扔到了远处。惨叫声传出时，这家奴鲜血喷出，不知自己的主子为何转变如此之大，正要求饶时，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大吼一声：“来人，将此人给我废去修为，扔入地牢！”说完，这修真家族的族长赶紧上前扶起张大胖，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一脸的愧疚：“张兄，此事是我的错，这家奴的生死你一言可定。这段日子让张兄受苦了。”哎，这族长说着，还亲自为张大胖拍去身上的灰尘，一路扶着茫然的张大胖直奔大厅而去。“给我准备最好的灵石，最好的琼浆，我要为我张兄赔罪。”很快的，这修真家族的族人都忙碌起来，一个个都摸不清头脑，可却不敢质疑，用最快的速度就筹备了一桌子灵石。在饭桌上，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甚至还叫来了族女陪在张大胖身边。张大胖更为茫然，这一切变化太快，他从来没见过对方如此殷勤，想不出原因所在，不由得越发心惊。可他看了眼桌子上的灵石后，索性狠狠一咬牙，不管之后有什么变化等着他，他这一刻都不去想了，疯狂的大口吃了起来。那小修真家族的族长陪在一旁，心底也在颤抖，脸上挤出笑容，还不断为张大胖夹菜，更对一边几个容颜秀美地族女使眼色。这些女子费解，可还是要么为张大胖轻抚后背舒畅肠胃，要么就是不时倒酒软声细语。这一幕让张大胖更紧张了，但却咬牙琢磨着豁出去了。一个时辰后，酒足饭饱，张大胖深吸口气，狠狠一拍桌子，怒视眼前的这小家族的族长：“说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张兄，那个之前的确是我的错，还请你不要介意。”这小家族的族长苦涩的开口，连连抱拳后，看了眼张大胖身边的这几个族女，忽然一咬牙：“如张兄不嫌弃，这几个我家族的族女，还请张兄收下。”那几个女子一听，顿时倒吸口气，一个个焦急，正要开口时，被族长严厉的瞪了过去，纷纷内心一惊。张大胖也都惊呆了，他此刻不但紧张，
更是彷徨起来。你到底要干嘛？张兄，青龙会的魁首正在全城的找你。被张大胖逼问，这小家族的族长深吸口气，不敢隐瞒，赶紧说出了答案。青龙会。张大胖愣住，他当初被关在这里时，青龙会才刚刚有崛起之意，很多人并不知晓，张大胖更是对这青龙会陌生。小家族的族长始终盯着张大胖的神情，此刻连忙在一旁解释，告诉了张大胖这大半年来青龙会的辉煌后，张大胖身体更为颤抖。这么一个大人物找我。张大胖拿起酒壶，狠狠喝下一大口后，内心依旧无法平静，与眼前这小家族的族长，二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快的，外面天色已是黄昏，在那族长的再三陪礼下，张大胖一咬牙，与对方一起走出了家族，直奔北城而去，要去见见那在空城内如今可以说是绝顶人物的青龙魁首。一路上随着走去，张大胖听到四周不少路上都在讨论青龙会，慢慢的心中越发紧张，直至明月高挂时，他与那家族族长终于到了北城，看到了在前方一处占地足有万丈范围的惊人的高阁洞府。门前18尊巨大的石人，威武霸气，四周还有大量修士守护，内部更是灯火通明，一排排看起来就很是不俗的修士正四下巡逻。而在这洞府四周更有阵法之芒闪耀，天空上还有一条巨大的术法形成的青龙之影正在盘旋，栩栩如真，让所有看到之人都会触目惊心。这里就是青龙会。张大胖身体发抖，不确定地看向身边的修真家族的族长。这小族长虽不是首次来这里，可这一次却格外的紧张，赶紧点头。张大胖呼吸急促，整个人也都局促不安。他怎么想都想不出为何那种大人物要全程找自己。正忐忑时，那小家族的族长到了青龙会大门前，小心翼翼地禀告起来。可还没等他话语说完，突然的3道长虹轰鸣间，直接从青龙会洞府内骤然飞出。当前之人正是穿着一身橙色长袍，可头顶却戴着一尊绣着青龙的帽子的白小纯。他的身上挂满了大量的防护玉佩，全身珠光宝气，身体内外似有光晕，看起来气势非凡。他的身后则是徐宝才与神算子，此刻的徐宝才也与之前不一样了。他满面红光，全身上下一样是宝光散出，富贵逼人。随着白小纯的飞出，整个青龙会都轰动了，大量的修士、侍女全部都洞府内追了出来。尤其是在门口位置的这些修士，更是在看到白小纯的瞬间，身体一震，齐齐跪拜下来，拜见魁首，拜见魁首。这声音陆续传出，很快的就形成了如雷霆般的轰鸣。放眼看去，所有人都全部跪拜，就连张大胖身边的那小家族的族长也都哆嗦中立刻跪拜。唯独张大胖此刻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呆呆的看着神算子，看着徐宝才，又看着已经恢复了原本模样的白小纯。九胖！张大胖整个人完全傻眼。大师兄！白小纯哈哈一笑，上前一把抱住张大胖，神情有得意，也有激动。张大胖更是如此，看到白小纯，仿佛看到了亲人，狠狠地抱住。这一幕被一旁的那位小家族的族长看到，心底更为颤抖，生怕张大胖记恨，于是哭丧着脸，眼巴巴地望着张大胖，一脸哀求。张大胖振奋中也就没有在意这小家族族长之前对自己的刁难，此刻笑声不断，与白小纯一起在这兴奋中直奔洞府内。